血影，世界上最残忍的刑法。施行者先会在后背中央位置割出一只没有翅膀的雄鹰轮廓，再用利刃割开它们的皮肉，露出里面的肋骨，之后将肋骨一根根掰断。这样的场景比凌迟更恐怖、更血腥。从古至今，各种各样的酷刑就层出不穷。一起来看世界上最恐怖血腥的10种酷刑。第10，铁蜘蛛。这种长着几个尖刺的刑具主要用于被控通奸的女人。行刑者首先会加热这种刑具，然后对准女性的乳房，用力夹紧后，猛地一下往外拔，从女性身上撕下最柔软的部分。受害者会流出大量的血，在这个过程中，即使她活了下来，她后续也会很容易死于各种感染。这样的过程是极其痛苦的，它一直延续了很久，才被最终废除。第9，腐烂头。如果你被关在一个只有头和四肢可以露出的大桶里面，会发生什么？久了之后，你会感到全身非常的酸痛。当然，这只是刚刚开始，因为这些桶里将会装满尿液和排泄物，它很快将会长出躯躯，然后身体褶皱。之后，老鼠等动物就会吃掉你的肉体。就这样，犯人无力挣扎，人是不会被蛆咬死。但是浴桶里腐败肮脏的物质会让伤口感染，混合人体排泄物是细菌繁衍的最好环境。犯人们更多是因为细菌感染、器官衰竭而亡。整个过程需要维持10几天的时间，每天都是一种痛苦的煎熬，绝对是让犯人痛苦的最残忍的刑罚之一。第8，哥伦比亚领带。哥伦比亚领带是50年代毒枭常用的惩罚手段。其中最具代表的就是著名的毒贩巴勃罗。虽然他是哥伦比亚人，但这个酷刑却不是他发明的。当巴勃罗还是个孩子的时候，就已经很流行了。一开始，受害者会被固定住，然后行刑者会用刀子或锐器割开受刑者的喉咙。一般这个时候，受害者就已经半死了。然后他们会用手将舌头从里面掏出，然后在脖子外面打一个结，这个舌头就是所谓的领带。这项酷刑非常残忍，这也体现了毒枭们的心狠手辣。第7，老鼠撕咬。害怕老鼠吗？古罗马人用老鼠就可以实施酷刑。行刑者通常会将人的胳膊和腿捆起来，肚子上放着一个装满巨型老鼠的笼子，下方是开放的。这时候，老鼠就会咬你的肚皮和肌肉，扯断你的肠子，让你痛不欲生。但这只是开始。在你流血不止时，行刑者就会将烧得通红的煤直接放在你的肚子上，来回折磨你。但他们还开发出了一种将老鼠笼子套在受害者脸上的残忍刑法。这些被饿了很久的啮齿动物就会大吃特吃，还有的会直接把受害者丢在全是大老鼠的房间里，任由他们的撕咬。第6，死亡之锯。受害者会被倒挂绑在一根木条之下，手同样也被绑住。吊够时间后，由于血液的回流，受害者开始头晕目眩。这时，行刑者将拿来长锯，从下部开始锯开受害者的身体。受害者将眼睁睁地看着锯子一点点地深入体内，惨叫往往非常瘆人。这个时候，两腿之间的软骨将被切开。这时，大部分人都只能祈祷自己能快点死去，因为这个过程实在是太痛苦了。然而，这个过程是在大庭广众之下进行的，杂夹着路人的欢呼声，鲜血直流。被用于这个酷刑的一般都是一些被指控为女巫的人，也有的是从头部往下锯开的。当时的罗马皇帝非常喜欢这样的酷刑，他还曾说过，他边吃饭边看的话，胃口非常好。第5，地下密牢。这些密牢在中世纪城堡中特别流行，它只有一个往下的通道，目的是为了关押囚犯。这些牢房通常很窄，而且很深，刚刚好通过一个人，坐下来是不可能的。行刑者会将受害者丢下去，然后盖好盖子。由于太挤了，必须站着。刚开始几小时还可以忍受，但几天、几周之后将会出现可怕的迹象。在底部的受害者可以看到不远的出口，但却无法到达，这种心理将会使自己崩溃。来自身体上的僵硬和疼痛，以及无法忍受的饥饿将随之到来。
有时行刑者还会在地板上放置尖刺，以增加受害者的身体痛苦。在当时，这些密牢一般都是用来折磨被俘虏的士兵，他们一直待在那里，而行刑者可以在顶部观赏他们的惨状。第四，车裂。车裂也就是五马分尸，中国古代的一种酷刑。历史上的五马分尸是真实存在的，顾名思义，就是将受刑人的头部与四肢分别绑在5辆马车之上，然后5辆马车分别奔往5个方向，使人拽裂而死。等5匹马拉车的时候，人体最薄弱的环节会最先撕裂，因此2个胳膊和头部会先被扯掉，剩下的就是2只腿和躯干。等一条腿扯掉的时候，另一条腿和躯干在一起，也就无法再度分离。这种酷刑专门用以镇压大逆不道、犯上作乱之人。据说这种刑罚最初是周朝所创立的，直到唐朝才予以废止，持续时间将近2000年之久，后来在欧洲十分盛行。第三，凌迟。凌迟是中国古代最残酷、最血腥的刑法，通常也被称作千刀万剐。凌迟是指刽子手把受刑者身上的皮肉分成数百至数千块，用小刀逐块割下来，具体的刑刀数目则由审判后的罪责轻重而定。受刑者往往要忍受数小时的痛楚才会气绝身亡，而且行刑很有讲究，如果受刑者立刻死亡或刀伤不正确，则说明刽子手行刑失败，刽子手也可能会受罚。在明朝以及明以前，这种刑法主要用于处罚那些十恶不赦的犯罪，如谋反、大逆等。到了清朝乾隆时期，如果打骂父母或公婆，儿子杀父亲，妻子杀丈夫，也是触犯伦理道德的重罪，要处凌迟刑。第二，拉支架。古罗马人有着引以为傲的滑轮和扭举技术，这些技术创造了先进的起重机和弩炮，同样也创造了可怕的拉支刑。犯人四肢被绑在2头都有滑轮的刑具上，根据扭举原理拉动四肢，即使犯人的手臂脱臼也无法停止。更狠的就在刑具上加装铁刺，犯人的背部会被铁刺逐渐撕裂。这种刑法可以控制力度，有时候能持续几个小时甚至更久。这样的刑具会使受害者产生心理和肉体的双重折磨，非常的残忍，毫不人性。第一，血营。受刑的犯人在施行前都会被喂一碗草药，以确保他们不会很快毙命。随后将犯人背部朝上，面部朝下绑在受刑架上。施行者先在他们的后背中央位置割出一只没有翅膀的雄鹰轮廓，再用利刃割开他们的皮肉，露出里面的肋骨。之后，行刑者将肋骨一根根掰断，2肋被连骨带肉向外翻开，宛如一对张开欲飞的骨翅。血红色的骨翅加上之前刻下的没有翅膀的老鹰，就形成了一只血淋淋的血鹰。血鹰之刑虽然残忍无比，但根据中世纪流传的歌谣以及各种文献记载，仅有少数几人享受过这种艺术般的惩罚。其中流传最广的是诺森布里亚的国王埃拉。这些酷刑有没有让你吓尿？如果你是受害者，你希望使用哪个？欢迎在评论区讨论。我是所长，感谢收看，我们下期再见。